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李现的新剧官网易官宣就遭遇了不少差评，而且原因竟然惊人的相似。杨紫和李现再次合作演绎《倾国倾城》，这对于 CP 粉和两家人的粉丝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然而，当官网只发布了消息，连剧照都没有发布时，却引起了一阵差评。本来这部剧的故事设定和人物设计就非常吸引人，这也成为吸引杨紫和李现两位当红演员再次合作的重要因素。在观看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的同时，观众也感受到了两位演员之间浓浓的友情感。不过，这次的选角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一些观众不愿看到两人再次合作。原著小说《江山美人》以唐朝为背景，电视剧改编后可能会延续这样的设定，或者为了规避风险，选择将其设定在虚构的时代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部以其独特的古风和魅力吸引观众的古装剧。杨紫近年来的作品中，古装剧依然是她的拿手好戏。虽然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好评如潮，但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和《惊魂记》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相反，沉香片、长相思纷纷成为热门话题。在古装剧领域，杨紫延续了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成功，手头还有多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。虽然在现代剧中，杨紫的颜值可能不够出众，时不时会受到观众的批评，但在古装剧中，她的颜值却非常抢眼。在《沉香如数》片中，她成功塑造了一个俏皮可爱的燕丹角色，她的古装扮相与角色气质相得益彰。再加上她的演技，效果就更好了。杨紫在《长相思》中成功塑造了逍遥和温小六两个角色，她的男性外表自然而优雅，透露出一些真实的性格。她的服装风格展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，温柔女人为何优雅？无论哪种风格，她都能完美驾驭。杨紫凭借出色的演技获得了大众的认可，尤其是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表演。她仅凭一场深情的哭戏就深深感动了观众，让人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处于这种情况，杨紫在古装剧中饰演的坚韧、残暴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，让人对她充满敬佩。杨紫的演技备受认可，所以选择她来出演《倾国倾城》的女主角是明智之举。与那些只能瞪眼、皱眉，无法真正诠释自己角色的当红明星相比，杨紫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然而，观众给出负面评价的理由却出奇的一致，他们都认为李现不适合演古装剧，他的古装造型太丑了，与古装剧中的杨紫不相符。国民丽人选择杨紫和李现，无疑赢得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毕竟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这部作品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两人再次合作一定会带来另一部爆款作品。李现的现代剧表演更是出色，比如《亲爱的挚爱》中饰演的韩商言，他用大背头、黑衬衫、卫衣等简单的款式展现出帅气的魅力，让人难以感动。张开你的眼睛，李现的西装造型太惊艳了，简直就像是剧中的名场面一样。这一幕一出现，现任男友的魅力直接触动人心。李现、刘亦菲主演的《风向何处去》播出后，迅速获得8.7的高收视率，让人再次为她的演技所折服。以往，观众普遍认为李现和杨紫这样的甜美女星的组合更为合适。不过，这次与气质出众的刘亦菲合作，李现并没有输在气场上，反而展现出了更加出色的演技。句号，李现饰演谢志尧，一个回乡创业的青年企业家。无论是休闲装扮还是西装革履，都显得清爽阳光，让人眼前一亮。这使得刘亦菲饰演的女主角在与他短暂接触后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喜爱之情，剧情设置也更加真实可信。李现凭借在现代剧中的出色表现，展现了自己的实力，轻松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不过，当他换上古装后，再见王朝中的亮相却有点让人意外。他的陶土般的发髻和额头上的碎刘海，让人觉得他没有现代剧中的机智和精明。李现不笑的时候还算正常，但是笑起来的时候，就好像脸上写着白痴2个字，让人很难注意到他的帅气。
在电影《赤狐书生》中，李现的古装造型被批评为灾难性的，其间的发型让他的额头显得又方又大。就算五官再好看，这样的造型也会让整体看起来很糟糕，形象大打折扣，很难把目光从李现的头发上移开。他怎么会表现出如此滑稽又恐怖的气质呢？从《河神》这部作品未能引发热潮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李现更适合演现代剧。这部剧中，服装和道具并没有突出古风，但这个发型却是李现很难驾驭的。更能凸显他优点的还是现代剧里的后脑勺头发。如果你是杨紫的粉丝，想必也会有同样的感觉。毕竟，你以前的现任男友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，这很难接受。《倾国倾城》中的李现虽然演技出色，但各种丑陋的长相却让人难以接受。毕竟，他曾经迷倒了成千上万的观众。我们期待该剧造型团队的神奇力量，为李现塑造一个全新的古装形象，打破观众对古装剧的传统认知，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古装大神。李现决定出演古装剧《倾国倾城》，除了期待与杨紫的再次合作以及剧本的感染力之外，或许也期待着自己的古装风格。近年来，很多古装剧演员都失宠了，包括一头蒜发的金瀚，还有一头小胡子，其刘海惊艳观众的陈伟霆。这些演员个个都很帅，但是古装扮相还是差强人意。所以，虽然我们对李现的古装造型很期待，但最终能否成功，还要看影片的效果。对于两位演员的再次合作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范丞丞和杨紫携手亮相大荧幕，两大流量明星齐聚，引发观众期待。范丞丞最近引发了一场国产女英雄运动的讨论。这位偶像出道以来，曾与多位女演员合作拍摄电视剧和电影。他选择的女主角既有实力派演员，也有当红明星。这个选择显然是非常好的，甚至有人开始嫉妒他的女主。其他与范丞丞同时出道的偶像练习生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困难，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。范丞丞逐渐成为这群人中最成功的一个。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演员，参演了多部热门电视剧和电影，并获得了许多良好的资源支持。这种现象有点像学校里的竞争，一开始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，很难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差异。但毕业之后，真正的实力差距才逐渐显现出来。偶像集训期间，各个粉丝群体实力都很强，资源也比较均匀。但随着选秀热度的消退，范丞丞凭借着姐姐的人脉资源，远远超越了其他队友。虽然他的演技在偶像界还算可以，但在专业演员中可能还是有所欠缺。一个人无法独自支撑收视率和票房，所以这次他和杨紫的合作本来就不是制片人计划的，而是和另一位演员合作的。但范丞丞的经纪人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，并且与平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所以成功抢到了这个角色。范丞丞完全站稳脚跟后，他会逐渐接拍重要男主角的剧，而这些发展机会都是9亿公司给他规划好的。总的来说，范丞丞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演员，期待他未来有更多精彩的表演。地久天长的爱首播，评价褒贬不一，网友纷纷表示好亏啊，杨紫又赌对了。杨紫、范丞丞主演的《地久天长》已于近日开机。该剧是杨紫继《长相思》之后的新作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关注。开播前，剧组还积极开展宣传活动。据了解，剧中杨紫饰演黄英子，而范丞则饰演黄英子，丞饰演江毅。两人青梅竹马，因高考时意外分离，多年后在朋友的婚礼上再次相遇。目前正在播出的剧情围绕着两人的重逢，通过漫长的回忆勾勒出他们的青春往事。但也有观众对剧情碎片化、节奏缓慢表示不满，认为该剧有些乏味、悬疑。该剧采用穿插回忆的叙事方式，在表演中跳跃到校园时代，给观众留下了扑朔迷离的印象。另外，剧中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滤镜，造成了明显的碎片感。在记忆镜头中，使用了暗淡滤镜来营造复古怀旧的效果，但一些观众认为这种处理有些唐突。当比较同一场景的两个场景时，一个是冷色调，另一个是暖色调，镜头之间的过渡显得不自然，完全靠杨紫的眼泪积累来完成过渡。
虽然作为新生代演员，杨紫的演技相当不错，但也有观众指出，她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套路。观众认为，在她的新角色中，依然能看到她之前扮演的一些角色的影子，而且表演中痕迹很重，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就连杨紫擅长的哭戏也成了家常便饭。她在《地久天长》中的哭戏频频出现，但每场哭戏都呈现出相同的模式，基本上就是眼含泪水，笑中带泪。在这2个周，表演都显得相当单调。《地久天长的爱》是一部都市剧，杨紫和范丞丞的镜头都经过了大面积微晶墨皮处理，毛孔几乎看不见了。但在一些配角的镜头中，演员的毛孔和皱纹清晰可见，导致整部剧显得极其不协调，不断在偶像剧和日常生活剧之间摇摆。根据剧情设定，杨紫和范丞丞饰演的角色应该属于同一年龄段。然而事实上，杨紫比范丞丞大8岁。虽然经过同样程度的墨皮滤镜处理，但2人的年龄差距并不明显，尤其是在校园场景中。不过，2人之间的情感默契似乎有些欠缺。冷酷的男主搭配开朗活泼的女主，应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组合。遗憾的是，范丞丞的表现显得有些平淡。你可能会误以为没有表情就意味着冷漠，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愚蠢的感觉。随着2人一起经历都市剧情，他们的服装也趋于成熟。不过同框里，杨紫身穿黑色西装搭配白色 T 恤，而范丞丞则穿着夹克。2人坐在一起时，看起来更像是父母和孩子，而不是同龄人，这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情侣。不足的。对此，剧组的服装设计显然犯了错误。具体来说，杨紫在剧中的状态在大部分镜头中依然保持着青春感，仅在几个特写镜头中，她的脸就显出了一些网红气息。当滤镜效果不够强大的时候，杨紫的山根、法令纹就变得非常明显，根本无法隐藏。另外，在这部剧中，她的体重似乎略有增加，脸也显得更加饱满。观察首播可以看出，《地久天长》的剧情稍显不够吸引人，尤其是现代都市校园场景的剪辑未能很好的吸引观众。情感配对的表现也引发了对后续发展的担忧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剧情仅仅迈出了第1步，后续的发展还需要大家持续关注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